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昨晚秦海又暴打了我一顿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又跟他提离婚的事了。打完我之后，秦海带着一身酒气，澡也不洗，一头扎到床上就呼呼大睡了起来。看着这个结婚了3年，在我怀孕期间出轨，却死命不肯离婚，每次不顺心就对我暴力相向的男人，我恨不得冲进厨房拿把刀将他了结了。然而眼角瞥到躺在婴儿床上熟睡的可爱儿子，我忍下了心头冲动的念头。如果我真这么做了，最后受罪的人将是我可怜的儿子。认识秦海的时候，我是一名男装服装店主，秦海则是附近一家商场的防损员，同时也是我店里的常客，经常照顾我的生意。一来二去，我们就有了交集。再后来，我们就结了婚。婚后，秦海说防损员工资太低，还不如辞职回家帮我打理服装店。而我也正琢磨着扩大店面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便也同意了。刚开始，秦海表现得尽心尽力，每天跟着我早出晚归，在服装店忙活，上货、点货、定价格、销售，每天都要忙到半夜11、2点钟。对此，他也没半句怨言。后来，随着生意的扩大和销售额的提升，我请了2个店员帮忙看店，这样一来，工作量就减少了大半，秦海就多出了很多自由时间，这也给了他外出鬼混的机会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秦海每天晚上回家都带着一身的酒气，问他是不是又去喝酒了。他说只是跟朋友去大排档喝了点小酒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谁没个聊得来的酒肉朋友呢。因为我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下班，加之他除了喝点酒也没有做太出格的事，我索性就听之任之，由他去了。不久后，我意外怀孕，秦海表现得相当高兴，说以后一定更加努力工作，让我好好在家里养胎。然而，他所谓的努力工作，不过是每天去店里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走了。至于后面的时间去哪里鬼混了，谁也不知道。有时候店里缺货了，他也不理；新款出来了，也没及时订货上货，店里的销售额因此降低了不少。为此我埋怨过他很多次，甚至吵过几次架，而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他没有经商的天赋，让我自己多费心。我要是说多了，他便不耐烦地跟我吵，说我不懂体谅他的不容易，看不惯他闲着。不得已，我又重新挑起担子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店里。而他看我回归了生意上，就完全撂挑子不管了。我每天11点钟下班，而他比我还要晚，而且一回来就是一身烟酒臭味。因为还在妊娠反应期，我闻到他身上的酒气就恶心得要命，所以就提出跟他分床睡，而他竟然想都不想就爽快同意了。整个孕期，甚至生完儿子半年后，我们都一直处于分居状态，而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夫妻生活要求。因为我一边要照顾儿子，一边还要操心店里的事，所以就没往这方面多想。直到小三的自报家门，我才得知秦海出轨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上床准备睡觉，睡觉之前我有刷一遍微信的习惯。打开微信时看见有人添加我好友，我以为是买衣服的客户，于是想也不想就同意了。谁知把对方变成微信好友后，对方立即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。我莫名其妙地将图片打开，待我点开照片看清里面的人时，我顿时仿佛遭受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人瘫软在床上。照片里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秦海跟一个女人头挨着头的亲密照。
秦海上半身裸着，女人穿着一件性感的吊带睡裙，头发有些凌乱，神情迷醉，一看就知道是激情过后照的照片。我颤抖着手发信息问他是谁，干嘛给我发这些照片？对方开门见山道：“我是秦海的女朋友，秦海已经不爱你了，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。”我哆哆嗦嗦站起来，踉踉跄跄跑到秦海的房间砸门。半晌，秦海才迷迷糊糊，一脸不耐烦地开门：“你干嘛？”我这才刚睡下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上前一把将他往后推，他一个没站稳，踉跄着往后倒去。这么一摔，他倒是摔清醒了，顿时恼怒地对我喊道：“你有病啊！有话不能好好说！”我将手机往他怀里一灌，让他自己看微信。他看完后，脸色唰的就变了，连声说：“老婆，是这个女人主动勾引我的，我跟她只是玩玩而已，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。”我哭着将小三说她已经怀孕1个多月，并且秦海一再保证会离婚，取他的录音播放给他听。他听完，立马整个人就沉默了，也不再狡辩推脱关系了。看着这个好吃懒做、婚后第2年就出轨的男人，我伤心之余，立马生出了离婚的念头。而秦海一听我要离婚，立马就跪倒在我跟前痛哭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婚，拿儿子还小做幌子，动摇我的决心。我冷笑着回他：“如果你这么在乎儿子，就不会做出伤害家庭的事情。无论你说什么，这个婚我是离定了，而且我还要让你净身出户，一个字儿都捞不到。”不知是因为我坚决离婚的决心刺激到了他，还是那句净身出户让他产生了经济危机感，他顿时一改刚才忏悔的神情，脸色冷得跟冰块一样。他缓缓站起来，眼里满是凶狠之意：“你真的铁了心要跟我离婚？”除了离婚，我想不到其他解决的办法，因为他一直以来的表现已经让我渐渐寒了心。而今晚得知他还在外面养了小三，我更是心灰意冷。于是我坚决地看着他，非离不可。让我始料不及的，我话音刚落，脸上就重重挨了一拳。我被打懵在地，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，两眼直冒金光，脑子也一片空白。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腰上、肚子上、大腿上接连被一顿猛踹。我想跟他对打，奈何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是秦海第1次对我施行家暴，也是我噩梦的开始。从那以后，秦海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或者说他的凶恶面目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只要一不顺心，他就对我拳脚相向，并且还不许我干涉他的私人生活，更不许我提离婚的事。他很狡猾，每次打我都不会在我脸上留痕迹，只会往我背上、肩上、大腿上踹。这样一来，我身上的伤痕就不会被外人看到了。刚开始，我以为他是想掩盖他的暴行，怕别人知道他对我施暴。后来每次打完我的第2天，看到我到时间还没去店里，他就会将我从房间拖出来，骂道：“没死就给老子挣钱去！”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给我留着一张正常的脸，去店里赚钱供他花销。而他每天除了吃喝玩乐陪小三，就是回家逼我要钱，供他和小三挥霍。我如若有半句不从或怨言，换来的便是一顿毒打。小三怀孕2个多月的一天晚上，秦海早早回了家。我一下班就看见客厅放了个行李箱，而秦海坐在客厅沙发上，2条腿搭在茶几上，正悠哉地抽着烟。看见我进了门，他立马开口向我要3万块钱。我吃惊地问他要这么多少钱干嘛？他不耐烦地回我：“老子要去旅游，别废话那么多。”旅游？
据我这些年对他的了解，他最不屑的事情就是旅游。曾经我多次提过要跟他去旅游，他每回都拒绝得干脆利落，说旅游又累又花钱，还不如待在家里舒服。而现在，他居然主动提出要去旅游，这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于是我质问道：是不是那个女人要去的？如果是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。公然出轨也就算了，还拿我的辛苦钱给去潇洒快活，任谁都不会这么大方。没想到我话刚说完，秦海腾地站起来，大步跨到我跟前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就左右开弓扇我耳光。他一边打一边骂：老子就是要带他去旅游散心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资格管老子的事？告诉你，家里的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利使用我那一半。你在磨叽，老子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不得已，为了摆脱他的暴打，我只能忍着屈辱，将3万块钱当面转给了他。而他收到钱后，非但没有半点歉意，反而当着我的面给小三打电话报喜，并规划第2天的行程。我也曾试图向当地居委会求助，让他们帮我摆脱这段阴暗的婚姻。然而秦海知道后，在居委面前表现得人畜无害，口口声声说一定会改，再也不会对我动粗。结果回到家，房门一关，我又结结实实地遭了一顿毒打，并且他还威胁我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就将我活活打死。难道我这辈子都要沦为他挣钱和发泄暴力的工具了吗？协议离婚是不可能的了，司法机关强制离婚更加不现实了。惹恼了他，我想不出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。我还有儿子要照顾，我不能让自己有事。为此，我只能过着心灰意冷、没有盼头的灰暗生活。直到那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脱离秦海魔爪的希望。那天，因为气温回升，儿子不小心得了热感，在医院连续打了3天点滴，都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医生就开单给儿子化验血液。拿到化验报告的时候，我瞬间就懵了，跑到医生跟前问是不是结果搞错了，因为我的血型是 A， 而秦海的血型是 B 型，我儿子的却是 O 型的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没想到医生白了我一眼说：好好回去普及血型知识，A型血跟 B 型血是有可能生出 O 型血的孩子的。原来如此，我恍然大悟。同时，一个点子在脑海一闪而过，虽然这个点子有可能会受到非议，并且很可能会遭受来自秦海的暴力，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为了能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，并且能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，我只能铤而走险了。那天晚上回去后，我故意将检验报告放在茶几上，并且用医院开给儿子的药压在上面。等秦海回家的时候，我在房间抱着儿子，故意说要喂药，叫秦海帮忙拿一下药。秦海虽然不屑看我一眼，却还是很在乎儿子的，所以虽然很不耐烦，但还是去拿药了。结果等了半晌，还没见有动静。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已经看到检验报告时，就听到了他暴怒的一声吼叫：贱人，你给我滚出来解释清楚！我将儿子放好后，装作无辜地走了出去，看见他手里果然拿着儿子的化验报告，满眼猩红地看着我：你告诉我，儿子的血型为什么是 O 型的？你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血型。你说你是不是给老子戴绿帽了？说没有意外，秦海小学都没毕业的文化程度果然上当了。我心里在暗笑，表面却装作一脸的心虚。怎么可能？儿子就是你亲生的，不信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
秦海将化验单揉成一团，砸在我脸上。你还有脸跟我提亲子鉴定？这个化验单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装作腿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秦海面前痛哭。秦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那次不该跟朋友去喝酒的。不出我所料，秦海像发了疯似的痛殴了我一顿，我浑身上下都挂了彩。打完我之后，秦海也瘫在沙发上。我趁机爬到他跟前求他：秦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那个男人不认这个孩子，我希望你不计前嫌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以后我会好好赚钱养家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他咬牙切齿的一脚将我踹开：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，不要脸的女人！你当是傻子吗？让给你跟野男人的杂种当便宜爸爸，想都别想！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，房子和服装店全部归我，你带着你的野种滚吧！咆哮完后，秦海气冲冲地摔门而去，估计不是去买醉，就是去小三那了，寻求慰藉了。而我当晚搂着已经退烧的儿子，安安心心地睡了个安稳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秦海搂着小三，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家里。小三的肚子已经显怀，看见我的时候还得意地摸着肚子朝我示威，那表情好像在说：我肚子里的才是真命隆重。我看了一眼他们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，知道他们这是要来赶人了。于是我赶紧装作一副不愿离开的样子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秦海的原谅，让他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，不要赶我离开。秦海果然不耐烦地走进房间，胡乱往我的行李箱塞了几件衣服后，就拖着我和儿子去了民政局。从民政局出来后，秦海就将我们母子丢在大马路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我重重呼出了一口气，压在我心头的那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然而我还不太敢太放松，因为接下来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远走高飞。是的，我要跑，在秦海还没察觉出端倪的时候，就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。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带着儿子去了机场，赶上一班飞往秦海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陌生城市的航班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流下了解脱的泪水。果然，在我在新城市落脚的第二天，秦海给我的微信发来了信息：你这个贱人，居然骗了我，别让我看见你。我知道他所说的我骗他，并非指的是儿子血型的事，而是服装店的事。其实早在我知道他出轨之后，我就已经将服装店秘密盘给了一个当地老板。这个老板因为看中我的销售经验，聘请我做了服装店的管理者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店里的日常工作，搞策划，提高店内销量，其余时间都是自由支配的。这跟我自己经营店铺的工作时间完全吻合。而秦海只管伸手向我要钱，从来不管店里的事情，所以他一直都没发现这个秘密。直到离婚后第二天，他去巡店才知道了真相。一个昔日的店员告诉我，当天秦海带着小三大摇大摆地走进服装店，说是要看前一天的账目。结果新来的收银员一脸警惕地看着他，还以为是店里来了抢劫犯，差点就要打电话报警了。后来还是店里的一个老员工告诉他，这是钱老板的老公。秦海这才发现中了我的圈套，当即面如死灰地拉着小三的手要走。而这时小三却不干了，当即甩开了秦海的手，骂道：你说好的服装店老板娘的位置呢？店铺没了，你拿什么养活我和孩子？你拿什么去还房贷？这个孩子我不能留了，我现在就去打掉他。后来秦海是怎么收场的，我不清楚，
反正从那天起，我就没有过他的消息。再后来，有朋友告诉我，他在附近商场看到了在商场当保安的秦海。此时的他早已没了跟我在一起时的光鲜，整个人变得颓然苍老许多。而我用手中的存款，在新的城市开启了自己最在行的服装店。我相信，新的城市，新的起点，我和儿子的生活定会越过越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